凌晨1点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，是我爸打来的。儿子，立刻下楼帮我搬东西。我迷迷糊糊的穿好衣服，走到楼下，然后我就看到了3辆满载着建材的大卡车停在我家楼下。我爸站在卡车旁边，正在指挥工人卸货。我问他，这么晚了，你拉这么多建材回来干什么？他说，工地停工了，这些材料先拉回家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爸是装修队的包工头，手里有好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，怎么会突然停工了？而且这些材料都是最好的钢材和水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爸把所有的工人都遣散了，他给每个人发了3个月的工资，让他们赶紧回老家。然后他就一个人开始改造我们家的地下室。他把地下室的墙壁全部用钢板加固，地面铺了厚厚的水泥。他还在地下室里隔出了3个房间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厨房，一个储藏室。他买了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，还有2套独立的净水系统。他甚至还在地下室里挖了一个蓄水池，储存了几十吨的水。我问他到底在干什么，他说，儿子，接下来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他开始疯狂地囤积物资，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堆得像小山一样，罐头、方便面、脱水蔬菜塞满了整个储藏室。他还买了大量的药品、绷带、消毒液，还有足够用3年的卫生纸。我觉得他精神出了问题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还需要准备这些东西？我和我妈都劝他去医院看看，他只是摇了摇头，继续忙他的。直到3天后，城市里的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，那是防空警报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。电视里播放着紧急通知，让所有市民待在家里，不要外出。然后信号就中断了，紧接着我们就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尖叫声。我爸立刻把我们都叫到了地下室，他关上了厚重的钢板门，然后从里面锁上了。他说，从现在起我们就住在地下室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上去。我从地下室的通风口往外看，街上一片混乱，人们在疯狂地奔跑尖叫，有些人倒在地上，然后又爬了起来，他们的动作很僵硬，眼神空洞，他们扑向身边的人，疯狂地撕咬。我终于明白我爸说的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了，他不是精神出了问题，他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别傻站着了，我爸的声音打破了沉默。他走到发电机旁边，拉了一下启动绳，发电机发出一阵轰鸣，地下室的灯亮了起来，柔和的灯光驱散了黑暗，也让我稍微冷静了一些。我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我爸亲手改造的地下室。整个地下室大约有80平米，被钢板隔成了3个房间。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客厅兼活动室，大约30平米，左边是卧室，放着3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，右边是厨房和储藏室，中间用一道推拉门隔开。天花板上装了4个通风口，每个通风口都装了细密的铁丝网，地面铺着厚厚的水泥，踩上去硬邦邦的，墙壁上的钢板闪着冷硬的光，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过来，我给你们讲讲这里的情况。我爸坐在一张折叠椅上，点了一支烟。我和我妈走过去，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。这个地下室我花了3个月时间改造的。我爸吐了一口烟圈。墙壁用的是10毫米厚的钢板，中间加了20厘米厚的混凝土，普通的子弹都打不穿，更别说那些东西了。通风系统有2套，一套是主动通风，一套是被动通风。主动通风用发电机供电，被动通风就算发电机停了也能正常工作。每个通风口都装了活性炭过滤器，可以过滤掉大部分有害气体和异味。净水系统也有2套，一套是反渗透净水机，一套是简易的过滤沉淀系统。就算反渗透净水机坏了，我们也能喝到干净的水。蓄水池里存了50吨水，省着点用，我们3个人能用2年。发电机是5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，我存了2000升柴油，每天用4个小时，能用1年。储藏室里的物资足够我们3个人吃3年。我听着我爸的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之前还觉得他疯了，现在才知道他才是那个最清醒的人。爸，你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？我忍不住问道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掐灭了烟头。3个月前，我在外地的一个工地干活，他缓缓说道。那个工地在一个偏僻的山区。有一天晚上，工地上的一个工人突然发疯了，他咬了另外3个工人，然后就跑了。我们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他。第2天早上，那3个被咬伤的工人也发疯了，他们见人就咬，工地上一下子就乱了。我当时觉得不对劲，就带着几个关系好的工人跑了。我们开车跑了1天1夜才回到城里。回来之后，我就开始准备，我不敢告诉别人，怕被当成疯子，我只能偷偷的改造地下室，囤积物资。我本来以为还有至少1个月的时间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我妈握住了我爸的手，眼睛红红的。老陈，辛苦你了。我爸笑了笑，拍了拍我妈的手，只要你们娘俩没事，我辛苦点算什么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在地下室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每天的生活很规律，早上7点起床，洗漱，吃早饭。上午，我爸会检查发电机、净水系统和通风系统，我会帮着整理储藏室，清点物资。我妈则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。中午12点吃午饭，然后午休1个小时。下午，我爸会教我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，比如怎么使用发电机，怎么维修净水系统，怎么处理伤口。晚上6点吃晚饭，然后看一会儿提前下载好的电影。晚上10点准时睡觉。地下室里没有窗户，分不清白天黑夜，我们只能靠钟表来判断时间。每天我都会爬到通风口旁边往外看一会儿，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混乱。第1天，街上还有很多人在奔跑尖叫。第2天，街上的人少了很多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游荡的怪物。第3天，几乎看不到正常人了，只有那些怪物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来走去，偶尔会有几声枪响从远处传来，但很快就会消失。城市已经彻底沦陷了。第7天的晚上，发生了一件事。当时我们正在吃晚饭，突然听到了敲门声，不是敲楼上的门，而是敲地下室的钢板门，咚咚咚。敲门声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地下室里却显得
得格外刺耳。我们3个人同时停下了筷子，面面相觑。有人！我妈小声说道，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我爸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钢板门旁边，他把耳朵贴在门上，仔细地听着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里面有人吗？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求求你们，开门吧！我们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求求你们给点吃的。我心里一动，想要过去开门。我爸一把拉住了我，摇了摇头。别出声，他小声说道。为什么？我不解地看着他。他们是活人啊，活人比那些东西更可怕。我爸冷冷地说道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？万一他们是坏人怎么办？我们只有3个人，打不过他们的。可是我还想说什么，没有可是，我爸打断了我。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家人。门外的声音还在继续。我知道里面有人，我看到你们家的灯亮了，求求你们开门吧！我老婆生病了，需要药品，只要你们给点药品和食物，我们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。我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老陈，要不我们给他们一点东西吧？怪可怜的。我爸摇了摇头，态度很坚决。不行，一旦开了这个口子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来，到时候我们的物资根本不够分，而且人心隔肚皮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拿到东西之后不会反过来抢我们的？门外的人见里面没有回应，开始变得不耐烦了。妈的，别脸不要脸！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砸门了。紧接着就传来了砸门的声音，哐哐哐，拳头和脚砸在钢板门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我妈吓得浑身发抖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我心里也很害怕，但更多的是愤怒。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好心给他们东西是情分，不给是本分，他们怎么能反过来威胁我们？我爸面无表情地走到储藏室，拿出了一把消防斧和一根钢管。他把钢管递给我，说道：拿着，如果他们真的能把门砸开，就往死里打。记住，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接过钢管，紧紧地握在手里。门外的砸门声持续了大约10分钟，钢板门纹丝不动。那些人终于放弃了。妈的，算你们狠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门外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，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了。我们3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。我爸把消防斧放在门边，说道：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人性，在末日面前，什么道德、法律都一文不值，每个人都只为了自己活着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再有任何圣母心，谁也不能相信，除了我们自己。我点了点头，刚才的事情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我终于明白，我爸为什么会那么坚决地拒绝开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善良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，只有狠下心来才能活下去。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偶尔传来的怪物的嘶吼声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了。我必须学会坚强，学会残忍，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我的父母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，我们已经在地下室里待了1个月。地下室的生活很枯燥，但也很安全。我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：吃饭、睡觉、检查设备、清点物资。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但是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第32天的早上，我爸在清点物资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柴油快不够了。他皱着眉头说道。我心里一惊，连忙问道：还剩多少？不到300升了。我爸说道：按照现在的用量，最多还能用半个月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我不解地问道。你不是说存了2000升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爸摇了摇头，可能是我之前算错了，也可能是发电机的油耗比我想象的要高。那怎么办？我妈着急地说道。没有柴油，发电机就用不了了。没有电，我们的净水系统、通风系统都没法用。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黑暗里吧？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只能出去找柴油了。出去！我和我妈同时惊呼道。外面那么多怪物，太危险了。我妈说道。我知道危险，我爸说道，但是没有柴油，我们一样活不了。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出去拼一把。可是我妈还想说什么，没有可是，我爸打断了她。我已经决定了，陈白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我愣了一下，说道：对。我爸点了点头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学会承担责任了，而且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我看了看我爸，又看了看我妈，我妈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好，我跟你去。我爸欣慰地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好小子。接下来的一天，我们都在为外出做准备。我爸从储藏室里拿出了2套防护服，这是他之前买的，本来是用来装修的时候防灰尘的，现在正好可以用来防止被怪物抓伤。我们还准备了武器，我爸拿了那把消防斧，我拿了一根钢管，另外我们还带了一把匕首、几瓶矿泉水、一些压缩饼干，还有2个大油桶用来装柴油。出发前，我爸反复叮嘱我妈：我们走之后，你立刻把门锁好，不管谁敲门都不要开。如果我们3天之内还没回来，你就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我妈哭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吧。我爸笑了笑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凌晨4点，天还没亮，这是外面怪物活动最少的时候。我和我爸悄悄地打开了钢板门，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和腐烂味扑面而来，我忍不住捂住了鼻子，差点吐出来。外面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偶尔闪过一丝月光，街上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只有那些怪物在黑暗中发出低沉的嘶吼声。我和我爸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，来到了1楼。我家住在1楼，这倒是省了不少事。我爸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房门的一条缝，往外看了看，安全，他小声说道。我们悄悄地走出了房门，来到了楼道里。楼道里一片狼藉，地上散落着各种杂物，墙壁上溅满了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心里一阵发紧，握紧了手里的钢管。我们沿着楼梯慢慢地走到了单元门口，单元门是开着的，歪歪扭扭地挂在门框上。我爸探头往外看了看，然后对我做了一个跟上的手势。我们悄悄地走出了单元门，外面的空气更加难闻了，街上到处都是废弃的汽车和尸体，那些尸体
有的已经开始腐烂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。我强忍着恶心，跟在我爸身后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我们的目标是小区附近的一个加油站，那个加油站离我们小区大约2公里远。我爸说那里应该还有柴油。一路上，我们尽量走在阴影里，避免被那些怪物发现。偶尔会有1、2个怪物从我们身边走过，他们的动作很僵硬，眼神空洞，只要我们不发出声音，他们就发现不了我们。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加油站。加油站里一片漆黑，静悄悄的。我爸示意我躲在一辆废弃的汽车后面，然后他自己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。他先检查了一下加油站的入口，确认没有怪物之后，才向我招了招手。我连忙跑了过去。我们走进了加油站的便利店，便利店里一片狼藉，货架都被推倒了，地上散落着各种食品和饮料，看来已经有人来过这里了。小心点，我爸小声说道，可能有人藏在这里。我点了点头，握紧了钢管。我们在便利店里搜索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任何人，也没有发现柴油。柴油应该在后面的仓库里，我爸说道。我们走出便利店，来到了后面的仓库，仓库的门是锁着的。我爸用消防斧劈开了门锁，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。仓库里堆满了各种油桶，我心里一阵狂喜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柴油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咳嗽声，从仓库的角落里传来的。我和我爸同时停下了脚步，警惕地看向那个角落，谁在那里？我爸大声喝道。角落里没有动静，出来！我爸举起了消防斧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从角落里慢慢地走出来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。他们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别打我们！那个男生颤抖着说道。我们没有恶意，我们只是在这里躲几天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放下了钢管。原来是2个幸存者。我爸却没有放松警惕，依然举着消防斧。你们在这里多久了？他问道。1个星期了。那个女生说道。我们的家被那些东西毁了，我们逃到这里就一直躲在这里。你们有吃的吗？那个男生说道。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我心里一软，想要从包里拿出压缩饼干给他们。我爸一把拉住了我。我们没有吃的，他冷冷地说道。我们也是来找柴油的。那个男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。柴油都在这里了，他说道，但是加油机坏了，我们抽不出来。我爸看了看加油机，说道，我能修好。真的吗？那个女生惊喜地说道。那太好了，等我们抽完柴油分你们一点。我爸说道，但是你们要帮我们干活。没问题。那个男生连忙说道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干。我爸走到加油机旁边开始检查，我和那2个年轻人站在旁边等着。通过聊天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，男生叫李明，女生叫王芳，他们是一对情侣，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。末日爆发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学校里，学校里一片混乱，很多人都变成了怪物，他们侥幸逃了出来，一路躲躲藏藏，最后来到了这个加油站。我听着他们的遭遇，心里很同情他们。我觉得我爸刚才的态度太冷淡了，不就是一点吃的吗？给他们一点又怎么样？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爸突然说道，好了，修好了。他打开了加油机的开关，柴油哗哗地流进了油桶里，很快2个油桶就装满了。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我爸说道。等等，李明突然说道，你们不能把柴油都带走，我们也需要柴油。我爸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，我刚才说了，分你们一点，一点怎么够？王芳说道，我们也要活下去，至少要给我们1桶。我爸的脸色沉了下来，我修好了加油机，你们什么都没干，我分你们1点，已经很仁慈了，想要1桶，不可能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李明生气地说道，这个加油站又不是你们家的，凭什么你们都拿走？就凭这是我修好的。我爸冷冷地说道，让开，别挡路。不让。李明张开双臂挡在了我们面前，今天不留下1桶柴油，你们别想走。我心里很生气，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我爸好心帮他们修好了加油机，还答应分他们1点柴油，他们竟然得寸进尺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我爸的声音里充满了杀气。就不让！李明说道，有本事你打我啊！话音未落，我爸突然一脚踹在了李明的肚子上，李明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，王芳尖叫一声扑向了我爸，我爸一把推开了他，他也摔倒在了地上。陈白，走！我爸说道。我们扛起油桶转身就走，你们给我站住！李明从地上爬起来，愤怒地喊道。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棍向我们追了过来，我爸放下油桶转过身，李明挥舞着铁棍向我爸的头砸了过来，我爸侧身躲过，然后一斧头砍在了李明的胳膊上。李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铁棍掉在了地上，他的胳膊被砍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直流。王芳吓得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我警告过你们，我爸冷冷地说道，不要挡我的路，下次再敢这样，就不是砍胳膊这么简单了。说完，他扛起油桶继续往前走。我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李明，心里有些不忍，但是我想起了我爸说过的话，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咬了咬牙，扛起油桶跟在了我爸身后。我们走出了加油站，向小区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，我心里很复杂。我知道我爸做的对，但是看着李明痛苦的样子，我还是有些难受。我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还在想刚才的事，他问道。我点了点头，觉得我太残忍了，我没有说话。我爸叹了口气说道，儿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心软是会害死自己的。如果刚才我们不狠一点，他们就会抢走我们的柴油，没有柴油，我们一家3口都活不了。你想想，是他们2个人的命重要，还是我们一家3口的命重要？我沉默了。我爸说的对，在这个末日世界里，每个人
人都只为了自己活着，我不能因为同情别人而害了自己的家人。我明白了，我说道。我爸欣慰地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明白就好。记住，从今天起不要再有任何同情心，谁也不能相信，除了我们自己。我们回到小区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家，关上了钢板门。我妈看到我们平安回来，激动地哭了出来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没事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我爸笑着说道。我们把柴油倒进了发电机旁边的油桶里，看着满满的油桶，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至少我们暂时不用担心没有电了。但是刚才在加油站发生的事情，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善良的大学生了。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人。这就是末日，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有了柴油，我们又可以在地下室里安心的生活一段时间了。但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自从上次加油站的事情之后，我就发现外面的幸存者越来越多了。他们经常在小区里游荡，寻找物资。有时候我会从通风口看到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贪婪。我知道他们迟早会发现我们的地下室。果然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第45天的晚上，我们又听到了敲门声。这次的敲门声比上次大得多，也急促得多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一个粗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我们知道你们在里面，赶紧开门，把物资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就砸门了。”我和我爸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警惕。来了多少人？我小声问道。我爸把耳朵贴在门上，仔细地听了听，至少有10个人。他说道。我心里一沉，10个人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怎么办？我妈紧张地说道。他们人太多了，别慌。我爸冷静地说道。我们的钢板门很结实，他们砸不开，只要我们守住门，他们就进不来。他走到储藏室，拿出了所有的武器，2把消防斧，3根钢管，还有几把匕首。陈白，你守左边的通风口，我爸说道。我守大门。老婆，你守右边的通风口，记住不要露头，只要有人靠近就用钢管打。我们点了点头，各自拿起武器，走到了自己的位置。门外的人见里面没有回应，开始砸门了。哐哐哐，这次他们用的是锤子和铁棍，砸门的声音震耳欲聋，整个地下室都在颤抖。我紧紧地握着钢管，手心全是汗。我从通风口往外看，外面站着10几个人，都是我们小区的邻居。为首的是住在3楼的王大爷，他以前是个退休工人，平时看起来挺和蔼的，没想到末日爆发之后，他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，正在指挥其他人砸门。用力砸！王大爷喊道。他们肯定有很多物资，砸开门，我们就有吃的了。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砸开它，把里面的人都杀了，物资都是我们的。听着他们恶毒的话语，我心里一阵愤怒。这些人以前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，现在竟然为了物资想要杀了我们。人性的丑恶在这一刻暴露无遗。砸门声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钢板门依然纹丝不动。那些人累得气喘吁吁，停了下来。妈的，这门怎么这么结实？一个年轻人骂道。王大爷，怎么办？另一个人问道。王大爷阴沉着脸说道，砸不开门，我们就从通风口进去。通风口那么小，怎么进去？笨！王大爷说道。我们可以把通风口砸大，只要能进去一个人，就能从里面把门打开。好主意！那些人立刻兴奋起来，他们拿着锤子和铁棍向通风口走了过来。我心里一紧，握紧了钢管。第一个通风口就在我面前，一个年轻人拿着锤子开始砸通风口的铁丝网。当当当，铁丝网很快就被砸破了。那个年轻人把头伸了进来，想要往里爬。就是现在，我大喊一声，举起钢管，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上。那个年轻人发出一声惨叫，头缩了回去，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。妈的，里面的人动手了！有人喊道。一起上！又有2个人向我的通风口走了过来。我举起钢管，准备再次攻击。就在这时，我爸突然大喊道：“小心！”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另一个通风口那里有一个人已经爬了进来半个身子。我妈拿着钢管正在和他搏斗，但是我妈力气小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眼看那个人就要爬进来了，我连忙跑过去，举起钢管，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背上。那个人惨叫一声，掉了下去。谢谢你，儿子，我妈喘着气说道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问道。我没事，我妈摇了摇头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我爸的一声闷哼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我爸的胳膊被一把匕首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。原来有一个人从大门的缝隙里伸进了一把匕首，刺向了我爸。我爸躲闪不及，被划伤了胳膊。爸！我大喊一声，跑了过去。我没事，我爸咬着牙说道。别管我，守住通风口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，然后是玻璃破碎的声音。不好，他们把楼上的窗户砸破了，他们想要从楼上下来。我和我爸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惊慌。我们的地下室是在1楼的下面，如果他们从楼上的窗户跳下来，就能直接到达地下室的顶部，然后他们就可以从顶部挖洞进来。快上去阻止他们！我爸大喊道。他拿起消防斧向楼梯跑去，我也拿起钢管跟在了他身后。我们打开钢板门，冲上了楼梯，来到1楼。我们看到客厅的窗户已经被砸破了，几个邻居正从窗户外面爬进来，为首的正是王大爷，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，看到我们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凶狠。杀了他们！王大爷大喊道。那些人挥舞着武器向我们冲了过来，我爸举起消防斧迎了上去，他一斧头砍在了第一个人的肩膀上，那个人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。我也举起钢管砸在了另一个人的头上，
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开始了。我们只有2个人，对方有7、8个人，但是我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一家3口都活不了。我爸的胳膊还在流血，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。他挥舞着消防斧，每一次挥舞都会有人倒下。我也杀红了眼，我忘记了恐惧，忘记了害怕，我只知道我要保护我的家人，我要活下去。战斗持续了大约10分钟，地上躺满了尸体，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我爸的胳膊被砍了一刀，腿上也被划了一道口子，我的头上也被打了一下，流了很多血。最后只剩下王大爷一个人了。他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他手里的菜刀也掉在了地上。别杀我！王大爷颤抖着说道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如果刚才我们输了，他绝对不会饶了我们。我举起钢管想要砸下去，等等，我爸拦住了我。他走到王大爷面前，冷冷地看着他，为什么要攻打我们？他问道。我也是没办法。王大爷哭着说道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们知道你们家有很多物资，所以你就想杀了我们，抢走我们的物资。我爸冷冷地说道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王大爷不停地磕头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，好，我可以饶了你，但是你要告诉其他幸存者，我们家不好惹，谁要是再敢来打我们的主意，就是这个下场。说完，他一脚踹在了王大爷的肚子上，王大爷惨叫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滚！我爸大喊道。王大爷连滚带爬的从窗户跳了出去。好了，我们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都松了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地下室。我妈看到我们浑身是血的样子，吓得哭了出来。你们怎么伤成这样？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我爸笑着说道。我们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，然后我们都瘫坐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刚才的战斗太惨烈了，我们差一点就死了。这个地下室不能再待了。我爸突然说道。我和我妈都愣住了。为什么？我问道。今天的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的位置。我爸说道。王大爷回去之后肯定会告诉其他幸存者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攻打我们，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打赢。那我们去哪里？我妈问道。我爸笑了笑，说道，我还有一个避难所，还有一个。我和我妈都惊讶地看着他。对，我爸点了点头，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我在郊区的一个废弃工厂里也改造了一个避难所，那个避难所比这个大得多，也安全得多，而且那里还有更多的物资。我心里一阵感慨，我爸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，他竟然提前准备了2个避难所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走？我问道。明天早上。我爸说道。今天晚上我们收拾一下东西，只带最重要的物资，其他的都留下。我们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，我们收拾了最重要的物资，食物、水、药品、武器。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，我们背着背包悄悄地离开了这个我们生活了1个多月的地下室。当钢板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这个地下室曾经是我们的避风港，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安全了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去寻找新的希望。凌晨4点，天还没亮，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悄悄地走出了单元门。小区里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只有那些怪物在黑暗中发出低沉的嘶吼声。我们沿着小区的围墙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我爸走在最前面，手里拿着消防斧，我走在中间，背着大部分物资。我妈走在最后，手里拿着一根钢管。我们的目标是郊区的废弃工厂，那个工厂离我们小区大约20公里远，如果走路的话，至少需要5个小时。一路上，我们尽量走在偏僻的小巷里，避免被那些怪物发现。偶尔会有1、2个怪物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我们都会屏住呼吸，躲在阴影里，等他们过去之后再继续走。走了大约2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上，马路上到处都是废弃的汽车，堵得水泄不通。这些汽车都是末日爆发的时候，人们想要逃离城市的时候留下的，现在他们都变成了一堆废铁。小心点，我爸小声说道，这里可能有很多怪物。我们点了点头，提高了警惕。我们在汽车之间穿梭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突然，我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嘶吼声，从前面的一辆汽车后面传来的。我爸立刻做了一个停下的手势。我们躲在一辆汽车后面，悄悄地探出头去，只见前面的空地上聚集着10几个怪物，他们正在围着一具尸体撕咬。那具尸体已经被撕得不成样子了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差点吐出来。怎么办？我小声问道。我们绕过去吧。我爸摇了摇头，说道，绕不过去，这条路是去工厂的必经之路，而且两边都是高楼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，那只能硬闯了。我说道。对。我爸点了点头。等会儿我先冲过去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带着你妈从另一边跑过去。不行，我立刻说道，太危险了，要去一起去。别废话，我爸严厉地说道，这是命令，你必须保护好你妈，如果你妈有什么3长2短，我唯你是问。我看着我爸坚定的眼神，知道他已经决定了。我咬了咬牙，说道，好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爸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放心吧，你爸我命大着呢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突然从汽车后面冲了出去。喂，你们这些丑八怪，过来啊！我爸大喊道。那些怪物听到声音，立刻抬起了头，他们看到了我爸，发出一阵兴奋的嘶吼声，向我爸冲了过去。就是现在！我爸大喊道。我拉起我妈的手，从另一边跑了过去。我们拼命地跑，不敢回头。我能听到身后传来我爸的喊叫声和怪物的嘶吼声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真担心我爸会出事。我们跑了大约100米，终于穿过了那片空地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我爸正在和那些怪物搏斗，他挥舞着消防斧，每一次挥舞都会有一个怪物倒下，但是那些怪物太多了，他们前仆后继地向我爸扑去。我爸的身上已经
沾满了鲜血。爸，我大喊道，我想要回去帮他。别过来！我爸大喊道，带着你妈继续往前走，我马上就来。说完，他一斧头砍倒了最后一个怪物，然后他转身向我们跑了过来。快跑！他大喊道。我们转身继续往前跑，跑了大约10分钟，我们终于甩掉了那些怪物。我们躲在一个废弃的商店里，喘着粗气。我爸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了，不知道是他的血还是那些怪物的血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问道。没事，我爸笑了笑，都是那些怪物的血。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，确认他没有受伤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接下来的路程相对顺利了一些，我们没有再遇到大规模的怪物群，偶尔遇到1-2个落单的怪物，我们都能轻松解决。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来到了郊区。郊区的情况比城里好一些，这里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怪物也比较少，但是这里也更加荒凉，到处都是废弃的农田和房屋。还有大约5公里就到了。我爸说道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我们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，拿出压缩饼干和矿泉水。就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汽车的声音，从远处传来的。我心里一惊，末日爆发之后很少能听到汽车的声音了。我们立刻躲到了路边的草丛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辆皮卡车从远处开了过来，车上坐着4个人，都是男人，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，看起来很凶。皮卡车在我们刚才坐的地方停了下来。老大，这里有人吃过东西，一个男人说道，指着地上的饼干包装袋。看来有人刚从这里经过。另一个男人说道，应该是往工厂的方向去了。那个被称为老大的男人说道，追，说不定他们有很多物资。皮卡车发动起来，向工厂的方向开去。我们从草丛里探出头，看着皮卡车远去的背影。不好，他们也是去工厂的。我说道，看来那个工厂已经被人发现了。我爸皱着眉头说道，那怎么办？我妈问道，我们还去吗？去！我爸坚定地说道，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而且那个工厂是我改造的，我比任何人都熟悉那里，就算他们先到了，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。我们点了点头，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继续向工厂的方向走去。下午2点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废弃工厂。工厂很大，周围有高高的围墙，大门是关着的，上面挂着一把大锁。我爸走到大门旁边，仔细地看了看，锁没有被破坏。他说道，看来那些人还没到。他从包里拿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大门上的锁。我们推开大门，走了进去。工厂里一片荒凉，到处都是杂草和废弃的机器。我爸带着我们向工厂深处走去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车间门口，车间的门是用钢板做的，和我们家地下室的门一样结实。我爸打开门，走了进去。车间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避难所，里面有卧室、厨房、储藏室、卫生间，甚至还有一个健身房。墙壁上都用钢板加固过，通风系统和净水系统也都很完善。太好了！我妈兴奋地说道，这里比我们家的地下室好多了。我也很兴奋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堂，这里的物资足够我们用5年。我爸说道，而且这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完善，只要我们守住这里，就没有人能进来。就在我们兴奋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，那些人来了。我们立刻关上了车间的大门，从里面锁上。我爸走到窗户旁边，悄悄地往外看，只见那辆皮卡车停在了工厂的大门口，4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手里拿着武器，他们打开大门走了进来。老大，你看那个车间的门是关着的，一个男人说道，看来里面有人。那个老大说道，走过去看看。他们向车间走了过来。怎么办？我小声问道。别慌，我爸冷静地说道，他们只有4个人，我们有3个人，而且我们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，我们有优势。他走到储藏室，拿出了3把弩，这是他之前买的，一直没用过，用这个，声音小，不会吸引怪物。我爸说道。我们接过弩，装上箭，然后我们躲在窗户后面，瞄准了外面的人。那些人走到了车间门口，里面的人听着，那个老大喊道，我们是幸存者营地的人，赶紧开门，跟我们走，我们营地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安全的住所。我和我爸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疑惑。幸存者营地，别相信他们。我爸小声说道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外面的人见里面没有回应，开始不耐烦了。妈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！那个老大骂道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砸门了！砸！他们拿着锤子和铁棍开始砸门。就是现在！我爸大喊道。我们同时扣动了扳机，3支箭同时射了出去。3声惨叫同时响起，3个男人倒在了地上，只剩下那个老大一个人了。他看到自己的手下都被射死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转身就跑，别让他跑了！我爸大喊道。我们打开门追了出去。那个老大跑得很快，眼看就要跑出工厂大门了。我举起弩，瞄准了他的腿，嗖，箭射了出去，正中他的小腿。那个老大惨叫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我们跑过去，把他按在了地上。饶命！饶命啊！那个老大哭着说道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爸冷冷地问道。我是幸存者营地的人。那个老大说道。我们营地在前面的镇上，有多少人？大约有100多人。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我们是出来寻找物资的。那个老大说道。我们看到你们往这个方向来，就跟了过来。我们以为你们有很多物资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。你们营地的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好。那个老大说道。食物和水都快用完了，而且每天都有人被怪物杀死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来抢物资的。我爸想了想，说道，好，我可以饶了你，但是你要带我们去你们的营地看看。那个老大愣了一下，然后连忙说道，好，我带你们去。我们把那个老大绑起来，扔上了皮卡车，然后我们开着皮卡车向镇上的幸存者营地驶去。我妈留在了工厂里看守避难所，我和我爸2个人押着那个老大去了幸存者营地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镇上。幸存者营地设在镇政府的大院里，大院周围用铁丝网围了起来，门口有几个拿着武器的守卫。我们的皮卡车开到门口，被守卫拦住了。干什么的？一个守卫问道。
是我。王虎那个老大说道，我回来了。守卫认出了他，打开了大门，我们开着皮卡车走进了大院。大院里挤满了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。他们看到我们都好奇地围了过来。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看起来大约40多岁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文质彬彬的。王虎，你回来了。那个男人说道，找到物资了吗？李镇长，王虎低着头不敢说话。那个李镇长看到了我和我爸，又看到了被绑着的王虎，脸色沉了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问道。他们杀了我的3个兄弟。王虎哭着说道。李镇长的脸色更加阴沉了，他看着我和我爸说道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杀我的人？他们想要抢我们的物资，还要杀我们。我爸冷冷地说道，我们只是自卫而已。自卫？李镇长冷笑一声，杀了3个人还说是自卫，你们也太嚣张了吧。周围的人也开始起哄，杀了他们，为兄弟们报仇，把他们的物资都抢过来。我爸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镇长说道，如果你想动手，我们奉陪到底，但是我提醒你，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工厂里，如果我们2个小时之内没有回去，他就会把工厂里的所有物资都烧掉。李镇长的脸色变了变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好吧，我相信你们是自卫，王虎他们确实有错在先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不过既然你们来了，就留下来吧，我们营地欢迎所有的幸存者。我和我爸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疑惑。这个李镇长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但是我们也想看看这个营地的情况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和他们合作。好，我们留下来。我爸说道。李镇长笑了笑说道，太好了，我给你们安排住处。他带着我们来到了大院里的一间小房子里，你们就住在这里吧。李镇长说道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说完他就走了。我们走进小房子，关上了门。你觉得这个李镇长怎么样？我问道。不简单。我爸说道，这个人很有心计，他肯定有什么目的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我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在营地里住了下来。通过和其他幸存者聊天，我们了解了营地的情况。这个营地是李镇长建立的。末日爆发的时候，他带着镇上的居民躲进了镇政府大院，然后他又收留了很多从城里逃出来的幸存者。现在营地里大约有150多人，但是营地的情况很不好，食物和水都快用完了，而且李镇长非常独裁，他把所有的物资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他和他的亲信每天都能吃饱喝足，而普通的幸存者每天只能分到一点点食物和水，很多人都饿死了。而且李镇长还非常残忍，谁要是敢反抗他，就会被他扔出去喂怪物。营地里的人都很怕他，但是又不敢反抗。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，我和我爸都觉得这个营地不能久留，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这里，回工厂去。但是我们没想到李镇长已经盯上了我们。第7天的晚上，李镇长突然找到了我们。陈先生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李镇长笑着说道。什么事？我爸问道。我听说你在工厂里有一个避难所。李镇长说道，而且那里还有很多物资。我和我爸心里一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紧张。李镇长笑了笑，是王虎告诉我的。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把工厂里的物资都交给我。李镇长说道，我让你当营地的副镇长，以后我们一起管理这个营地。我爸冷笑一声说道，我没兴趣。李镇长，我们明天就会离开这里，我们不会打扰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们。李镇长的脸色沉了下来。陈先生，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以为你们能走得了吗？话音未落，突然从外面冲进来10几个拿着武器的男人，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爸冷冷地说道。干什么？李镇长冷笑一声，既然你不愿意合作，那我就只能硬抢了，把他们抓起来。那些男人挥舞着武器向我们冲了过来，我和我爸立刻拿起身边的椅子和他们搏斗起来，但是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很快我们就被制服了，他们把我们绑了起来，说工厂的大门怎么开？李镇长恶狠狠地说道。还有里面的物资都放在哪里？我爸吐了一口唾沫说道，你做梦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是吗？李镇长冷笑一声，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，给我打。那些男人开始殴打我爸，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爸的身上。住手，别打我爸，我大喊道。我想要冲过去，但是被2个男人死死地按住了。说不说？李镇长问道。我爸咬着牙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好，有种。李镇长说道，我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，继续打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怪物的嘶吼声，而且声音越来越近。怎么回事？李镇长皱着眉头说道。一个守卫跑了进来，惊慌地说道，李镇长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怪物，他们把大院包围了。李镇长的脸色大变。什么？他跑到窗户旁边往外一看，只见大院外面聚集着几百个怪物，他们正在疯狂地撞击着铁丝网，铁丝网已经摇摇欲坠了。怎么会突然来了这么多怪物？李镇长惊慌地说道。肯定是你们。他指着我和我爸，恶狠狠地说道，是你们把怪物引来的。我爸冷笑一声说道，自作自受，你平时作恶多端，现在报应来了。闭嘴！李镇长大喊道。他想了想说道，快把他们2个扔出去，让他们吸引怪物的注意力，我们趁机逃跑。那些男人立刻抬起我和我爸向大门走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，铁丝网被撞破了，那些怪物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，营地里顿时一片混乱，人们尖叫着四处奔跑。那些抬着我们的男人也吓得扔下我们，自己跑了。我和我爸倒在地上，我连忙用牙齿咬开了我爸手上的绳子，我爸也解开了我手上的绳子。快跑！我爸大喊道。我们趁着混乱向大院的后门跑去，后门没有被怪物包围，我们打开后门跑了出去。我们拼命地跑，不敢回头，身后传来了人们的惨叫声和怪物的嘶吼声。那个罪恶的营地终于毁灭了。我们跑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终于甩掉了那些怪物。我们躲在一个废弃的房屋里，喘着粗气。我爸的身上到处都是伤，嘴角还流着血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问道。没事。我爸笑了笑。我们又活下来了。
我看着我爸，心里一阵感慨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，都活了下来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我们回工厂吧，我说道。好，我爸点了点头。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向工厂的方向走去。当我们回到工厂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妈看到我们平安回来，激动地哭了出来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没事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我爸笑着说道。我们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，然后吃了点东西。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得很沉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都太累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醒来的时候，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，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我走到窗户旁边，往外看，工厂里一片宁静，只有几只小鸟在树上唱歌，仿佛昨天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。在想什么呢？我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没什么，我笑了笑。我在想，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我爸也笑了笑，说道：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用怕。我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就在工厂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工厂里的物资很充足，足够我们用5年，而且这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完善，只要我们不出去，就不会有危险。但是平静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懒惰，我们每天都会锻炼身体，学习各种生存技能。我爸教我怎么修理机器，怎么种植蔬菜；我妈教我怎么做饭，怎么处理伤口。我们还在工厂的院子里开垦了一片菜地，种上了各种蔬菜。看着那些绿油油的蔬菜，我们心里充满了希望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半年过去了。这半年里，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危险，我们的菜地也获得了丰收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蔬菜吃了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世界已经变了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个新的世界。而且我们也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其他的幸存者，有没有人在重建家园。于是我们决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去探索一次。第一次探索，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镇，小镇已经被怪物占领了，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幸存者留下的痕迹，这说明还有其他的人活着。第二次探索，我们去了更远的一个城市，城市里依然很混乱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，有一些幸存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营地，他们在努力的重建家园。第三次探索，我们遇到了几个幸存者，他们是一家人，和我们一样，也是躲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，他们的物资快用完了，正在寻找新的避难所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邀请他们来我们的工厂，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工厂里又多了4个人，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。我们一起劳动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工厂里不再只有我们3个人了，变得热闹起来。后来我们又陆续收留了一些幸存者，都是一些善良勤劳的人。1年后，我们的工厂里已经有30多个人了。我们把工厂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社区，我们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有人负责种植蔬菜，有人负责打猎，有人负责修理机器，有人负责守卫。我们的社区越来越繁荣，我们不仅有足够的食物和水，还有了自己的学校和医院。虽然世界已经毁灭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。我们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家园。这天晚上，我们在工厂的院子里举行了一场篝火晚会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边，唱歌、跳舞、聊天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充满了感慨。1年前，我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得这么坚强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家园。我转过头看向我的父母，他们正坐在篝火旁边，笑着看着大家。他们的脸上虽然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但是眼神里却充满了希望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是他们给了我第2次生命，是他们教会了我怎么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存，是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在想什么呢？我爸走过来，递给我一瓶啤酒。没什么，我笑了笑，接过啤酒。我在想，我们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我爸也笑了笑，说道：一定会的，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，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我点了点头，举起啤酒，为了我们的新家园，干杯！干杯！大家都举起了手中的酒瓶，清脆的碰撞声在夜空中回荡，篝火熊熊燃烧着，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，也照亮了我们的未来。虽然世界已经毁灭了，但是希望永远不会熄灭。只要还有人活着，只要还有爱存在，我们就一定能重建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就一定能迎来新的黎明。